嗨，我是木然。每年有数千个家庭考虑土耳其的投资入籍，7年来我们赛凡经手了数百个案例。今天上来先说一件得罪人的话，你刷到的每一条土耳其移民内容，几乎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：值不值得办？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错的。一个真正成熟的决策，第一问从来不是值不值，应该是在我当前的情况下，它适不适合我。问错了第一个问题，后面的每一步都有可能会错。所以这条视频我不宣传土耳其护照和国籍，也不给你该办或不该办的结论。我把这7年反复验证过的一套判断框架交给你，你用它来判断自己到底该办还是不该办。先说说我为什么从这里讲起。土耳其移民这个领域，或者说移民这个行业，有一个你需要知道的结构性的事实：绝大多数内容的生产者同时是业务的受益方，这是行业现状。出文案、拍视频的人，基本都是靠客户最终成交赚钱的。我也在这个行业里，正因为这样，这个事实会自然导致2个倾向，而它们恰恰会影响你的判断。第一，优点先行，几乎所有内容的开头都在讲述为什么值得办，很少有人从什么样的人不该办讲起。第二，约束被淡化，真正会左右你决策的那些事儿，资金安放和流动，办完之后的税务、居民身份是怎样的，如何管理最为合理，风险最低，改名之后第三国银行方面有哪些隐患，以及怎样合理的去规避，办理了想退籍要付多大代价，男性的避疫政策，双重国籍在中国法律下的边界等等，这些要么是没人提及，要么就是一句评论区留言我细讲，而你给我去私聊。我说这套内容立场从根本上就是不同的，它建立在3条原则上。第一，你不一定要办，甚至大概率不该办。第二，你要的是完整的事实，包括所有对你不利的信息和灰色地带。第三，最终判断由你自己做，我不替你下结论。所以接下来你不会听到6大优势、8大理由等类似的通稿，不会看到40万一步到位措辞，也不会有评论区单聊的钩子。我把事实摊开，包括每个好处背后的隐性成本、约束条件和它失败的场景，这是一个专业服务机构和从业人员该做的事情，也是这些年来我越来越确定该去做的事儿。回到开头的那个问题，为什么我说值不值得办？这本身就是错误的。值不值和适不适合实际上是2个完全不同的问题。值不值是从产品角度来看，性价比好还是差，答案是客观的，但它有个致命的盲区，它跟你这个具体的人基本没什么关系。一件产品可以非常值，但对你毫无用处。适不适合是从你自己的角度来看，答案是主观的，适配还是不适配，决定它的不是这本护照的绝对好与坏，是你的需求、目标、约束，你能承受的风险以及你的长期规划。这套框架不是我个人的偏好，我们系统分析过超过1000个传播最广的真实案例，绝大多数都在用优势铺陈那一套，讲护照价值，讲1、2跳板，讲教育，讲房产，讲税务，回答的都是这本护照能干什么。真正想清楚的少数人，把第一个问题从值不值换成了适不适合，整个决策逻辑是不同的。这个不同的逻辑意味着，接下来我们讲的所有内容，这本护照能带你去哪，要花多少成本，税务身份怎样规划，孩子教育怎么走等等，它们的作用都不是说服你认可这本护照的好，而是帮你判断在你的情况下它能不能担起你需要的那些具体的作用。我们能给你的是判断维度，不是结论。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就很关键了，土耳其身份在真实的使用中到底有什么作用？这7年加上那超过1000个的公开案例，把真实的办理人的使用场景谈一遍，会看到一个高度一致的画像。少数人把土耳其当成最终的定居地，少数人呢把土耳其当退休的养老首选，几乎也没有人把土耳其房产当长期主力的资产。那大家拿它来做什么呢？绝大多数人使用它5种功能中的1种或几种。第一，一张相对更方便的通行护照，是组合工具，它不替代你的现有护照，是多一个选择。2，申请美国的1、2签证的国籍门槛，土耳其只能单跳板，目的地是美国。第3，给孩子将来更宽的路做铺垫的备用身份。4，海外的资金和资产多种配置的一个合规外壳。第5，一份家庭的 Plan B， 办好放在抽屉里，备而不用。换句话说，避险应急时可以救命。结论应该比较清楚了，它真实的作用是在你整个全球身份、资产、通行、教育、家庭安全网里担任工具的角色。它不替代你的原国籍，未必替代你的主要居住地，未必替代你的主要资产所在地。这对你最直接的意义是，任何把土耳其身份说成值得或不值得、好或不好的判断，
都是错的。正确的问法只有一个，在你整体的规划里，这本护照能不能担起你需要的那些具体功能？还有很多宣传会拿土耳其的护照排名和免签国数量作为宣传卖点，这个问题又掉回老坑了。移民选择最重要的依然是匹配的问题啊，朋友们。很多人有个很自然的习惯，把移民国家当成能排名的东西，选最好的那个。这习惯来自我们熟悉的领域，学校排名、工作排名、消费品排名。但移民却不同啊，不同人的目标、时间窗口、资金量、工作性质、子女、家庭环境都不同，所适合的国家自然就完全不同啦。给你4个真实的类型，你立刻就懂了。客户 A， 35岁，做跨境电商的。1年净收入呢200万人民币，他要一个能快速拿到出行方便的第二身份，外加一个1、2跳把美国的备用选项。对他来说，土耳其匹配度很高啊，成本他也扛得住。客户 B， 45岁，体制内，想给孩子做教育规划，孩子已在国内读国际学校，同样想移民，但对他，土耳其反而不是最优解。如果核心目标是走985、211的外籍生路径，那新加坡、马来西亚在这条路上比土耳其更直接。还有2类我们快速的带过哈。客户 C， 50岁，美国1B5，排了6年没下来，想先拿个身份解决孩子教育和资金合规。对他，土耳其和加勒比小国比，可能更快更稳定。客户 D， 30岁，程序员，向全球漂泊，做数字游民。那土耳其跟爱沙尼亚电子居民、葡萄牙第7比，性价比未必是最高的。4个人都有移民需求，最优解却不太一样啊。所以真正该走的判断顺序是反过来的3步。第一步，先清楚你的需求到底是什么，不是模糊的我想移民，是具体的为了什么，解决什么问题，解决到什么程度而移民。第二步，再评估你能承受的代价，资金、时间、配偶配不配合，孩子多大了，工作能不能中断和适配，有没有税务方面的需求等等。第3，最后才拿国家来匹配，基于前2步把候选国家放到一起做个对比，而不是先选好国家再回头编理由。土耳其在这个框架里只是一个选项，不是绝对好，也不是绝对的不好。所以朋友们，这条视频我们只想给出一套判断的逻辑和维度。接下来的视频里，我们赛凡会把那些真实的却很少有人讲的事情一件一件拆开。这本护照到底能去哪里？真实要花多少钱？税务身份和 CRS 会不会出事？孩子教育有几条路？哪些人其实该先提一下？等等，全部摊开，让你自己对照。如果你对照下来，发现自己有适配度，那再往下看。如果发现不适配，那这条视频的价值就是帮你避开了一个本来不该做的决定。2种结果对我来说都算数。我是赛凡的木然，在伊斯坦布尔从事土耳其移民7年，我们是本地的公司，拥有本地的办公室和律师团队，专业和透明的服务始终是我们的宗旨。这个频道只做一件事情，把真实的事实摊给你，让你自己来做判断。